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喂，喂，妈，是我啦。娃娃，那边不是很晚了吗？你怎么还没睡呢？妈，我生活费不够用，你可不可以汇钱过来给我？妈妈月初不是才汇了1000英镑给你，怎么又用完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月学校课外活动很多，而且都要另外收费，我不参加也不行啊。好，我会找时间再去银行汇钱。你自己的开销也要节省一点啊。知道啦。对了，妈，你上一次寄来那个近思语给我，我看了哦。里面有一些话我看不太懂，可是有一些话我觉得真的很像在说你哎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写信的时候才会跟你说，要做到书上说的，真的很难嘛。不过妈很高兴你有看哦。是啊，我没事就随便翻一翻啊。妈，平常都是你写近思语送我，今天换我送你一句哦。等等，我翻一下。笑是一种表情，皱眉也是一种表情，苛责是出声，说话也是出声。笑比皱眉好看，说话比苛责自然。这句话很像在说你吧？好了好啦，你那边不早了，赶快休息，明天还要上课。有空啊就多写信回来，不要等到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回家啊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很久没有打牌了嘛，你就先睡了，我打完12局很快就回来。这凯琳也真是的，跟他讲过好多次，虽然打牌不是坏事，但也不能整晚不回家。等一下凯琳回来了吧，可能又要为打牌事情发生争执，我看又要冷战一阵子喽。这下子啊，这美伦啊，又要变得怪怪的，我又要开始紧张了。要改变别人，就要先改变自己，你就要先从改变自己做起。改变自己，换个方式沟通。笑是一种表情，皱眉也是一种表情，
苛责是出声，说话也是出声。笑比皱眉好看，说话比苛责自然。凯莉，我希望你回家的时候，能够看到的是我微笑的脸。现在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所以我向你说声对不起。但是，我也希望你知道，我还是没办法接受你打牌，甚至为此影响你的健康。我会担心你的身体，才是我不高兴的最大理由。美伦。爸呢？他今天早上有点不太舒服，还在房间休息。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我看找个时间到医院检查一下好了。我知道，我来安排。好。佳安。你刚起床啊，一定口干舌燥。来，先喝碗热汤吧。谢谢。清烫哦。真好喝，整个人都醒了。啊，对了，刚刚娃娃有打电话回家哦。那他有说什么吗？就是又叫我汇点钱过去啊。又要汇钱哦？你不是固定有汇钱给他，是不是又不够用了？是啊，所以我也在担心，他是不是又开始花钱没有节制了？不过他有跟我提到静思语，那很好啊。既然静思语可以改变你，相信对娃娃也会有所影响。还有这个礼拜天啊，我要带我们班的学生去参加慈济教联会的活动，不过晚上我会赶回来做饭。那你不用补习了。才刚月考完，我想让他们休息一次。先帮我把汤端出去吧，然后请爸妈吃饭了。好，来给我就好。黑板上就是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，这是出自于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。老师，为什么今天不写静思语了？因为老师担心，如果每天都跟大家分享静思语，会有同学误会老师是在宣扬佛教的理念。还好吧，我觉得老师写的静思语没有任何宗教，只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应该不用担心。对，老师不用担心啦。看起来大家好像都很期待静思语的分享哦。对啊，我每次把静思语抄下来以后，就会回家跟我爸妈说，他们还说这么好的句子从哪里来的，还鼓励我照着静思语的话去做。所以老师，你还是继续跟我们分享静思语，没问题啦。如果大家都这么认同静思语的话，老师更鼓励大家要付诸行动。这个礼拜天啊，老师会去参加一个居家关怀的活动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来，把你们的爱心传递出去。老师，怎么让爱心传出去啊？什么又是居家关怀？
居家关怀就是我们会到一些需要被关怀的老人家里去，帮助他们打扫环境，让你们有机会发挥爱心，落实近似语里面所说的，能帮助别人就是最快乐的事。如果有兴趣的同学，下课再来找老师报名，自由参加哦。老师，谢志贤，有事吗？请问我也可以参加居家关怀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怎么会这样问呢？因为我看刚刚参加的同学都是成绩很好的，我担心。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愿意付出时间来参加，老师都很欢迎。做善事啊，是不分成绩好坏的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行善的心。歹势啦，厝的吼真垃圾安尼吼，每个拢麻烦恁。阿公，你免遮客气啦，阮大家哦，拢真欢喜替你服务哦。多谢多谢。那美伦师姐，我先扶阿公哦，到外面去洗把脸，打扫的工作就麻烦你分配喽。嗯，好。阿公，我扶你。啊，乖，真乖，真乖。我们动起来，开始打扫喽！来，阿公，你今仔精神看起来足好的哦。好，笑啊！阿公，安尼让有较爽快无？你们累不累啊？不累，很轻松。老师，我帮阿公擦完身体了，这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？还有那个楼梯还没有擦。好啊，我去擦。要不要老师找个人帮你啊？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今日阮大家真辛苦，甲我的厝拼真清气，真多谢。阿公，免客气啦，我会过来看你哦。你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哦。好啦，师姐啊，你这学生吼真有心，真捌事，表示你好好教育就真好。阿公，无安尼，阮先来转哦。啊，你身体要保重吼。哦，再见再见。阿公再见。再见。阿公再见。看来今天大家有很丰富的收获哦。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跟大家分享心得的？今天我帮了阿公打扫，很快乐。以后我会自己打扫自己的房间。别忘了要跟妈妈说声谢谢哦。以前啊，一定都是妈妈帮你扫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。虽然打扫很辛苦，但是心里却很踏实。这里有满满的感觉。谢志贤，你今天很认真哦。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啊？
我以前都没有想过有人是这样过日子的，我会更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。还有，看到阿公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我好难过。我以后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好好孝顺父母。老师，以后有任何居家关怀的活动，不要忘了我哦，一定要找我去。我们也要去。老师，我也要去。好，没问题。走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没想到今天带学生去做居家关怀，反倒是我自己被学生感动了。以我过去的标准来说，谢志贤的功课普通，绝对是我眼中的坏学生。但是谢志贤今天的表现深深地打动我，他完全是用一颗真诚的心在付出，心的分享更是令人动容。比起其他成绩优秀的同学，毫不逊色。这样的孩子，难道不是好学生吗？以前我用成绩高低来判断学生的好坏，那是犯了多么大的错误。谢志贤今天提醒了我，以后面对学生，要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来发掘他们的长处。老师好。老师，我们班有人疯了，还要拿刀子砍人。赶快找你们导师来处理啊！啊？哦。同学，你带老师去好了。好，这边。每一个都一样，不要以为只有我笨，你们两个也一样啦。同学，冷静一点，不要冲动。你有什么事情跟老师说，老师帮你处理，好不好？走开啦，不关你的事啦，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。他们怎么了吗？他们两个只是欺负我。如果他们真的欺负你，老师会公平处理的。你们这两个欺负人的同学，现在马上去训导处找主任报到。还不快点去！去！你放心，老师会请主任调查清楚，那些欺负你的同学会受到处罚的。你要不要先把刀子给老师？老师知道你被欺负，一定受了很多委屈，想不想跟老师说？先把刀子给老师好不好？我的功课不好，同学常常取笑我，都说我是不会读书的笨蛋。我忍了很久，今天是一时气不过才。老师，你人好好哦。虽然你没有教导过我，可是你还是愿意听我说话。只要你愿意说出你的想法，老师都很愿意听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想到什么事情？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我的课业上面，可是我不管我怎么背、怎么看书，就是背不起来。或许我真的是个笨蛋。
我就要被转到普通班了。妈妈说，如果我被转到普通班，她会很没有面子，她会说我一辈子就没有救了。我很担心妈妈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讨厌我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？去念普通班就等于自暴自弃了耶！我在实验班真的念得很辛苦，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还是跟不上大家的进度。为什么不去让我念普通班？普通班就是放牛班，你要是去那里，一辈子就毁了。我真的好痛苦哦。你跟妈妈是不是觉得我达不到你们的期望，让你们失望了？你放心，你妈妈只是担心你的未来，所以一时说了气话而已。其实，就算你真的被分到了普通班，你妈妈还是一样爱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。不过，你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哦。我知道了，老师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在发什么呆？我今天才了解到，原来有许多的孩子跟娃娃一样，都面临着学习的困扰。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，也许是我无法理解的。怎么突然想到这些问题啊？最近发生了一些事，我才真正发现，原来我以前都没有去了解娃娃内心的痛苦。对于他偏差的行为，我也没有去找出背后真正的原因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可以用宽容的心，去安慰拿着美工刀要伤害别人的孩子，也可以放下面子，告诉丽霜，不必太在意孩子的成绩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对娃娃就是做不到。我只是要求他的成绩要好，却把他的学习过程变得很辛苦。他一定很埋怨我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弥补他。你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吧。这段时间你的改变，娃娃也感受到了。就算他曾经埋怨过你，但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不会了。希望如此。这件不错哎，蛮好看的。哇，你买这么多衣服给我啊，应该会花不少钱吧？还好吧，衣服好看比较重要啊。Hello， 娃娃，最近好不好啊？嗯，还不错啊，就忙一些学校报告的事情。妈妈看电视说啊，英国最近的气候很不稳定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多加件衣服哦。啊，还有啊，你在外面吃东西也要注意卫生，不要一直吃那些素食哦。好，我知道。啊，对了，学校快放假了吧？这一次有没有时间回台湾啊？应该可以吧，可是我要等学期末才知道。我再打电话跟你讲好了。妈，我学校有一些活动要参加，你可不可以汇一点钱过来给我？好，
我知道了，妈妈明天就去银行汇钱，那你自己要多保重哦。哦，好，那先这样子，拜拜。喂，想什么想这么出神啊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我妈改变好多，她对我讲话的语气变得轻声细语，连我的要求都不太过问，还会主动写信跟我沟通。我总觉得她做这些事情，好像是为了要弥补一些什么。爷爷奶奶，姐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哇，好久不见了，爷爷。好不好？回来了，好，好想你哦，奶奶。哎呦，我的小娃娃，哎呦，你变漂亮嘞，妈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国外打招呼都是这样的啦。好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来。妈，是不是姐姐抱你不太习惯？是有一点啊。你姐会不会觉得我对她有距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妈，你不要想太多了啦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娃娃，这组这个壶啊跟杯子都好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就是觉得又实用又漂亮，所以买了一整组回来给大家。哎，很特别，有点特殊的香味耶。是啊，娃娃，这是什么茶啊？啊，这是伯爵茶，这个茶叶啊，连英国女皇都爱喝哦。如果你们大家喜欢的话，我再从英国寄回来给大家。好啊，这样子啊，以后我们家每天都有英国红茶的味道。哎，爷爷啊，我买了礼物给你哦，你看看。哎呦，哎，真暖和，真暖和啊！奶奶，也有啊，奶奶也有啊！哎呀，这手套多暖和啊！这颜色啊，是奶奶最爱的。是啊，这样你们冬天就不怕冷了。是啊，哎呀，我觉得娃娃这趟回来啊，变得成熟懂事多了，还记得爷爷奶奶怕冷，真的好贴心呐。哎，不只是这样吧？你们大家看看，她现在越来越有气质，也越来越漂亮了，有点像英国的淑女。这漂亮的淑女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？没有啦，大家都只是朋友。哎呦，还好没有，奶奶就担心如果你交一个金发碧眼的男朋友，哎呦，那可要把我吓到了。哎，金发碧眼有什么不好啊？你真是落伍啊，真是。请进。娃娃，晚餐有没有吃饱啊？吃很饱。我还是喜欢吃你做的家常菜，因为英国的食物真的好难吃哦，都是一些炸鱼薯条，我吃的好不习惯。有没有什么要妈妈帮你整理的？不用啦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反正东西没有很多。
写感想啊？看得很认真哦。也不是什么感想啦，就是一些觉得不错的内容，所以就写上去啊。可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根本就是圣人才做得到嘛。像这一句，他说原谅别人是美的，原谅自己是损的，这不可能啊！一般人通常都是原谅自己，责怪别人啊。那有没有哪些话是对你有影响的呢？还是有啦。正确原则要坚守，但行事不能尖锐而伤害别人。所以你觉得爸爸是个坚守原则的人啊？只要是对的事情，爸他就会坚持去做，而且他也会小心不伤害别人，所以我觉得他有做到里面那一点。那有没有什么是关于妈妈的啊？没有哎。哦。不过我觉得你真的改变很多哎，好像连你的长相都变了。是吗？哪里变了吗？你的笑容现在比以前多了，所以你脸部的线条看起来也比较柔和。你以前讲话真的好严厉哦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你现在比较能沟通了。好啦，整理完就早点睡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我刚跟我娃聊天啊，他还跟我分享他看金丝雨之后的心得，哎，而且还说我变得比较不严肃了。我觉得啊，他这次回来，我跟他的相处比以前更愉快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表示娃娃有看见你的改变。我相信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。我刚刚打电话给外婆，跟她说你要回去，她高兴得不得了，还说中午要煮你最爱吃的菜呢。东西我拿吧。嘿。阿嬷，以后种的东西你就交给小阿姨和舅舅拿。你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哦。我们娃娃长大了，会关心阿嬷了。来，这边坐。你这一次回来啊，比上一次还瘦呢，是不是英国的伙食不好啊？要补一补哦。英国的伙食很好啊，阿嬷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来，喝绿豆汤。小明看无甲恁做伙转来。伊要联考啊，所以要去图书馆读书啦。小明哦，功课一向拢做好的，要考试吼，你就免烦恼。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毋过看伊足紧张的，应该是压力真大。他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小明成绩这么好，一定不怕没有学校念的。
万一真的考不好的话，也可以出国念书啊。哟，你们都到国外念书，那你爸妈要花很多钱呢。可是跟台湾这种死读书的教育方式比起来，国外的教学方式真的活泼多了。我也是出国念书之后才知道，以前在台湾受了这么多罪。反正小明出国念书一定会比留在台湾快乐的。妈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是你烦恼小明啦。你讲小明敢若会晓读书，袂晓生活自理，你是烦恼伊出国无人照顾。都这么大了，还要人家照顾。反正我也只是建议啦，他要留在台湾还是要出国，最后还是要尊重小明自己的意见啊。小明的事你不用担心啦。你在国外有没有好好念书啊？有，我有认真。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。那就对了，这个年龄交什么男朋友？要好好读书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娃娃这次回来，明显成长许多。长久以来，我对这孩子的担心，总算慢慢放了下来。虽然我们母女关系还不是很亲密，但是我自己的改变，还是多少对娃娃起了作用。现在的他，开始愿意靠近我，也会跟我沟通他的想法。分享彼此的心事，就像好朋友一样。正当我以为孩子们都一切顺利的同时，本来可以顺利考上第一志愿的小明，没想到却意外失常。小明还好吗？都已经放榜好几天了，我看他还是很难过的样子。我本来也是想要找他说说话，不过后来还是算了。我想，不如让他一个人静一静。可是像他这样一直窝在房间里也不是办法啊。虽然说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对他打击不小，但是跟别的同学比起来，他还是有很不错的学校可以念啊。念什么高中其实都差不多，重要的是考大学的时候要认真考就好了。我们送小明出国念书，好不好？出国？小明跟你提的吗？不是，小明什么都没有说，是我自己在替他考虑。你想想看，台湾升学竞争这么激烈，虽然小明一路念书都没有让我们担心，不过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他这么辛苦下去。你也看到了，为了联考，小明没日没夜的在念书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跟第一志愿擦身而过。我一想到他上了高中之后，又要为了考大学而辛苦，我就觉得很担心。所以，我想，既然我们可以把娃娃送出国，那是不是也可以把小明也送去英国呢？其实娃娃回来有跟我提过这件事，但是我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是现在想一想，我们的确应该给小明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。你觉得呢？可是小明年纪那么小，现在送他出去好吗？这我倒不担心，反正我们会安排他跟娃娃住在一起啊。那钱的事呢？娃娃已经说在英国的消费很贵，我们
们现在再把小明送去英国，这样子整个费用不是就是加倍了吗？钱我大概也算过了，以前我投资理财的存款，不是买房子就是买股票，现在刚好可以花在他们身上啊。再说，就算要卖房子来支付小明的学费，我也不觉得心疼。反正我跟你都还要领薪水，足够支付家里的开销，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于是和小明沟通，征得他同意之后，我和凯琳把他送去英国求学，并安排他与娃娃同住，希望他们姐弟彼此能够就近照顾。美伦师姐，听说你儿子上个礼拜出国了，他不是才国中毕业吗？才几岁？你放心吗？一个人出国？我当然会担心啊，不过啊，他跟他姐姐住应该还好，只是他们姐弟的感情从小就不好，很少说话，所以我也有点担心他们出国之后会不会互相照顾。唉，我这个儿子啊，是个生活白痴。我还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自理呢。姐弟毕竟就是姐弟，这是天性，你也不用太操心了。我相信你女儿啊，一定会照顾她弟弟的。希望如此。小明啊，吃饭喽。快下来吃饭喽！哎，你弟已经到了吗？干嘛啦？什么干嘛？你怎么突然跑来？我不是叫你暂时不要来找我吗？皮的晚上约吃饭，你能不能去啊？再说啦。不能再说啦！你要答应我，我才要走。好啦，你赶快走啦！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人不喜欢我现在交男朋友，等一下被我弟看到的话，他会跟我妈告状的。说真的啊，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弟弟耶。他有什么好认识的啊？我从小就超讨厌他的。哎，该不会是你嫉妒你弟弟功课比你好？你又知道了。好啦，你赶快走了啦。好啦，晚上见。嗯。小明啊，我叫你下来吃饭，你为什么不赶快啊？你到底在找什么啦？我在找明天报道用的资料。你不会吃完饭再找吗？吃饭时间不吃饭，你是想要害我被爸妈骂没有好好照顾你啊？再等一下就好。找个东西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这个衣服不会掉进衣橱吗？其他东西就收进抽屉里嘛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也不会啊？以前都是妈帮我整理。你是不是在找这个东西啊？哎，对。生活白痴还敢出来留学？你现在都几岁人了，连整理东西都不会。你要慢慢学会生活自理，不要只会念书，知道吗？弄一弄，赶快出来吃饭了。姐，怎么啦？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？我跟朋友约好要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本来想请你带我出去认识环境，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去学校，也不知道怎么回家。这里的道路都很简单，路标标示得很清楚，
你等一下吃完饭出去走一趟就知道了。哦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到时候你走丢我又要被妈骂。吃完饭以后我带你出去走一趟。可是不是跟朋友约好了吗？失约没有关系吗？难道你要我丢你一个人不管去赴约啊？赶快出来吃饭了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云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